前面已经学到了3种色系的调配，那大家都知道3种色系当中啊，有的是加白色啊，有的是加灰色，有的是加褐色去调。那么灰色大家都知道是白加黑，白色加黑色就可以调出灰色。那么我们的褐色是怎么去调的呢？褐色、棕色去加黑色，那棕色又是怎么去调配出来的呢？如果说我们的调色盘当中没有棕色系、褐色系，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调？以及我们的百搭色当中说到的一个裸色系，裸色系怎么去调？裸色系直接就是用棕色系去调配过来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你连棕色系都没有，那你更不要提去调裸色系了。那这节课的话，我们要讲的就是裸色系的一个调配方法。裸色系的话，我们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去找到的是3原色。好，先把颜色取到调色盘上面。好，先取到纸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啊。3原色，我先放到调色盘上。好，洗一下笔。红加上黄，好，黄色放到调色盘上面。好，洗一下笔，再次去取色，蓝色取到调色盘上面。好，红、黄、蓝3个颜色，大家可以试一下红、黄、蓝3个颜色去调出来将会是什么颜色。那我这里直接就将3个颜色好调到一起，其中呢红色有一点点少了，再加一点红色进去。好，这里那再加一点点黄色进去，同样的也可以再加一点点蓝色进去。好，调出来的这个颜色，大家想象中的是不是应该调出来的是黑色？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调出来的颜色，哦，是一个棕色，红加黄加蓝，在这个3原色啊，也就是正红和柠檬黄加这个是湖蓝，调出来的颜色居然是一个棕色系。那我们这个刚刚前面的比例呢是1比1啊，1比1的比例调出来的是得到的这个颜色的棕色。那我们来试一下不同比例之间它调出来的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棕色呢？那这边的话我会再取一点红色多一点点，去跟这个棕色混合一下，出来的就是一个棕红色，就是一个棕红色。如果说我黄颜色多一点点，那出来的就是一个，它有点偏焦糖了啊，它有点偏焦糖色的那种，有点偏太妃糖的那种太妃棕。那我们再来蓝颜色多一点点。好，出来的就是一个棕绿色。那这就是各自的比例不一样的时候，比如说2比1比1比1出来的这个，那就是1比2比1出来的就是太妃，偏黄一点的太妃棕。那蓝色多一点的时候，其他2个颜色少一点的时候，出来的之后就是一个棕绿色。我们再试一下用其他的红可不可以调出不一样的呢？比如说3原色当中还有一种3原色当中的那个蓝，它是有一个像群青一样的一种蓝，我先取一点点，那是这种蓝，取出来放到调色盘上。那跟正红啊，还是正红吧，还是正红。好，加到旁边。黄的话，我们还是柠檬黄。好，柠檬黄放到旁边。好，
好，将3个颜色，我们这里呢是把蓝色变了一下。好，将3个颜色调和出来的这个棕，好，颜色是稍微有一点变化，跟上面那个棕是有点不太一样啊。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红，再把这个红换成一个玫红色。好，把这个红换成一个玫红色，把这个玫红色调出来。好，放到调色盘上。那黄还是不变啊，黄还是柠檬黄。蓝色的话，我们试一下，还是用湖蓝。好，蓝色还是用湖蓝。将3个颜色，这里面呢，我们只是把红色变了一下，变成了玫红色。好，接下来调一下，可以了。好，这个棕色好像就比较正了啊，颜色就比较正了。换了一下玫红色，好像这个棕出来的感觉好像比较正哦。可以再试一下啊。我把这个蓝再换成这个蓝啊，也就是群青这个蓝，我们再来调一次试一下。那这里呢，我就不再往上面放颜色了，我直接就将颜色取到调色盘上面。好，这个蓝加上玫红，对，玫红换一下。好，玫红，柠檬黄不变啊。好，用这3个原色多一点，这3个原色去调，看一下又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棕。加一点水。好，颜色好像会更浓一些，那这个棕好像会比较正一些啊，这个棕会更正一些。那这个棕里面红色多一点的时候，它就会偏这种红棕色。红色和黄颜色多一点，它颜色会暖掉一点。红色和黄颜色少一点的时候，蓝色多一点的时候，这个棕就会偏冷调一些。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可以都去试一下。比如说刚刚那个里面，我们把这个玫红色和柠檬黄的颜色再多一点点去调，然后加入少量的蓝，少量的湖蓝。好，少量的湖蓝出来的这个棕，你们可以看一下效果。我也是放到后面吧。那你看这个棕是不是很正？感觉颜色好了。棕色的调色呢，就是在这里，意思就是棕色我们在调的时候是离不开3原色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去调裸色咯。怎么去调裸色啊？棕色加大量的白，先加棕色，好，出来，你看这里是不是一个裸色？好，洗一下笔，再一次大量的白，好，这里是不是一个肉裸？好，再来大量的白加这里，看这是不是亚裸色？亚裸色有点偏黄的。接下来大量的白，再加这里蓝色多一点的这里。来看一下这个，不同的棕色加上大量的白，那出来的感觉，这个裸色一定是不一样的啊！出来的这个裸色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大量的白，记住了，朋友们，大量的白，好，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一个裸色系。那这种呢，我们就称之为裸色系，棕加白，而且是大量的白啊，出来的就是什么呢？裸色系啊，这里呢是一个棕色系，棕色系是由3原色去得到的。然后裸色系是3原色加白，也就是棕色系加白得到的一个裸色系。
那这里呢，给大家讲了裸色系怎么去调，棕色怎么去调。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灰色系啊，灰色怎么去调？相信大多数的宝子是已经知道了的。那针对不知道的宝子，咱们在这里看一下啊，黑色加上了白色之后，这里就当做是一个白色啊，等于不同颜色的一个灰调。首先在1:1的一个情况下，这里还有一点灰，出来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灰色。那当然白色多一点的时候，好，出来会稍微的淡一点点。白色再多一点的时候，颜色会更加的浅一点。也就是说，白色越多，灰色越浅，这个跟我们前面颜色的明度是一模一样的啊。各种灰，深灰、浅灰，慢慢的到什么奶奶灰、烟灰啊，慢慢的颜色越来越浅，灰色越来越浅，这就是一个灰色系。灰色系是在我们的传统中国色那一章要加的颜色啊。那这节课关于裸色系的一个调配就结束了啊。裸色系更多的时候是运用在我们的一些就是人物款式上面啊，画人物的时候，它的一些面部、肤色啊，甚至于我们在画上一些其他的款啊，其他的特殊款式的时候，也会用到这种裸色系比较多一些，但是呢，也是在画人物的时候会用到的更多。包括我们画兔子的时候啊，兔子的时候这些颜色给大家看一下。画兔子的时候，裸色除了通过白色去调啊，它也是要通过控水去调的。只要是增加明度的，都可以通过控水去调。人物的肤色就不用说了啊，看一下这些颜色都是由棕色去画的。都是由棕色去画的。